嗨，大家好，我是石宇，我们今天继续捕捉阿卡卫蓝档案。这期的一切都是关于小鸟游星野的游戏性能以外的玩意儿，关于游戏内的强度一个字儿也不会提。没错啊，这期内容呢全都是就算你知道，你全知道，你背得滚瓜烂熟，对于游戏的攻略也没有半毛钱帮助的玩意儿。即便如此啊，也依旧没有点击返回键的银幕前的各位老师，我相信几乎是所有人，现在就为大家带来围绕着小鸟游星野 Takanashi Hoshino 的设定与剧情的考察。作为角色设定考察系列的开篇，下面是一个类似开场白的干话，在中国叫废话。直接看正片的话呢，请自行跳转。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人类有了文学创作以来啊，就有着不断对过去的作品内容的再次利用啊。三国演义它不就是对三国志的再次利用吗？这个奈亚子不也是对克苏鲁的再次利用吗？这个亚瑟王不也是女人吗？所以啊，类似事例实在是太多，如同星空中的繁星和阿卡丽的饭量一样，是没有上限的。有一些利用呢，多亏了原作的悲壮感，让新作能从一个很好的起点开始，轻易的就引起玩家的共鸣，来博得巨大人气，然后却因为运营过于傲慢以及臭屁以及蠢货，导致现在只剩4种粉了。有一些利用呢，反倒是被原作的设定禁锢，做出了黑历史一样的意味不明的电视动画。但是啊，多亏了很懂得圈钱的商业公司的再塑造，好歹是收获了稳定的玩家群，然后不断的为大家带来笑容。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二次创作它是一把双刃剑，相当考验写手的水平和功底。是云顶之上还是万丈深渊，这个就全取决于您的笔尖了。Hoshino 的原型是荷鲁斯，著名的埃及多神教体系中的王权的象征，天空之神和法老的守护神。在游戏中呢，丝毫没有避讳，直白地点出了他的这个原型。我们看 Hoshino 的武器名字叫做荷鲁斯之眼，而且是英语表记。这个地方我稍微扩大解释一下，日服在这个里边啊是英语 Eye of Horus， 国际服呢就直接是荷鲁斯之眼。单纯从翻译上来讲没有任何差别，但是日语大家都知道是有片假名来表示外来语这种方法的，比如它完全可以说成 Horus no Me 或者 Eye of Horus，都是一个意思，但是日服并没有选择这一类的表记，而是直接选用英文单词。在日语中所表达的语感啊是稍稍有不同的，使用原文而不是片假名表记呢，除了有一种时髦的感觉以外，也增加了一丝丝的外来感。也许是出于这种想法选择了英文表记，当然以上啊可能是过度猜测，也许人家就是为了时髦也说不定。除了武器以外，星野的开大动画中可以看到，它的防爆盾上写着是 Iron Horus 的字样，这个是钢铁荷鲁斯。以上这2点啊，是游戏内直白的表明它的原型就是荷鲁斯。二次创作中，如果只有这些直白引用，那自然是连及格线都没有达到的。蔚蓝档案的角色设计和剧情是有深度的，仅仅如此肯定不够。下面我们来看看星野从设定上与荷鲁斯的相似之处。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星野的同色了，是左右不同，所谓异色眼等等。这期游戏王的梗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那好吧，游戏王起源于埃及，而阿比多斯高校原型它也是埃及，所以这个难免对吧？是难免。在传说中啊，笋头人身的荷鲁斯，他的2只眼睛，一只是太阳，另外一只是月亮。更具体的来说，荷鲁斯的右眼象征太阳，被称为太阳神拉的眼睛，而左眼呢象征月亮，被称为月神瓦吉特的眼睛。埃及人相信啊，笋头的荷鲁斯他掌管天空，永远在天空中飞翔，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他的右眼就是天上的太阳；在夜晚的时候呢，他的左眼就是空中的月亮。星野的右眼是金黄色，左眼是淡蓝色，这恰恰也是阳光和月光的形象颜色。主线剧情对策委员会一章中，黑服称呼星野的时候有着这样一句台词 Akatsuki no Horu， 后面那个假名没有说出来，小只荷鲁斯。话说了一半啊，这也是间接呼应了设计原型。刚刚我们分别从浅到深，从直接的间接的联系中介绍了星野的角色设计。现在到最深一层，这一层的部分依据啊，可能就不那么明确，更加的见仁见智了。我只不过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就当聊天看个乐子。星野的光环
是立体的3层结构。阿比多斯的学生中，就他的光环层次最多。失去了学生会长的阿比多斯啊，曾经的副会长星野就是现在的老大。想必角色设计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让他对应法老和天空之神，再采取了明显的埃及文字的美术风格，这些都拼接在一起，就有了今天的星野的光环的设定。看一看它的光环是不是和荷鲁斯之眼这一个著名的古埃及符号有着说不出来，但是就是觉着很相似的感觉。如果你感觉到，那就说明这个角色设计还是挺成功的。星野之前是一个目光尖锐的短毛，由于失去了优美前辈啊，星野经历了巨大打击，性格发生了巨变。根据希娜的评价，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但是他脑子里面很清醒，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及爱惜后辈这几点都是从优美那儿学来的。看优美的样子，不禁让我觉得星野是不是在模仿优美呢？失去了最亲密的人之一，然后自己就成为那样的人，这个其实也算是很常见的桥段了吧。主要依据是发型，在优美没了以后，星野就开始留长发。服装之前星野是防弹背心，就像他眼神一样冷锐的装扮，但是呢，后来就变成了和优美一样的样子了。除去有些实在没法模仿的地方以外，星野都成了他前辈当年的样子。说起来，这张图其实就是游戏里的那张 CG， 经过处理后的结果。处理后的。游戏中啊是有反射光线的，也就是俗称圣光，遮住优美的大半部分。但是别忘了，这是日本啊，这可是特产着那些靠照片中人的眼睛里反射出的周围的景色，然后特定那个人的位置，然后跟踪过去的这样超级稀有生物的日本，虽然不是什么好事儿。因此啊，游戏中这种本来也就没怎么想遮住东西的圣光，很简单的就被推特上的大佬恢复出来了。所以请放心，优美前辈的样貌是这样，至少8、9不离十，不是我随便拿笔画出来瞎糊弄大家的。再来，星野的名字小鸟游星野Takanashi Hoshino。首先现实中小鸟游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姓氏，全日本目前也就30个人而已。当年因为某一个京阿尼的轻小说改，导致知名度暴增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姓氏。小鸟游这个姓和普通的日本人姓氏不太一样，读法比较特别。比如我们看幽香，他的姓是早赖，虽然早赖依旧不是一个大姓，但是在遍地跑小鸟游68魔的这个蔚蓝档案中简直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姓氏了。这个早赖的读音就是 Hayase， 早呢是海亚去掉鱼尾的一，赖就是那个濑户内海的赖，读作 C， 因此早赖就是单纯的加法，你把 Haya 和 C 拼起来就是 Hayase 了。日本的大部分的姓氏都是这么拼接而成的，但是小鸟游它的读法不一样，小鸟是 Kotori， 游是Asobi，所以小鸟游就是 Kotori Asobi 喽。6个音节真够呛，浪费口水，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小鸟游的读法叫做 Takanashi， 我们拆开来看Taka 是鹰的意思， Nashi 就是 nai 的名词形式，所以这个小鸟游的读音的意思直接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老鹰没有。也正是因为老鹰没有了，所以小鸟才能出来玩，所以它才写成小鸟游。好了，绕了这么一大圈，解释了小鸟游这个姓咱们这儿都快成时雨的日语教室了。但是说这些是为了什么呀？不是废话。大家想一想，星野曾经是最后一届阿比多斯学生会的什么来着？副学生会长。正学生会长优美他死了。虽然我感觉布鲁阿卡里是不会死人的，优美可能是有着别的去向，但是不管如何，正学生会长优美是不在的，所以老鹰不在了，小鸟出来玩，小鸟当老大，塔卡纳西小鸟游。这一层意思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呢？这可并不是牵强附会卧虎藏龙的各位能举出的例子应该比我还多才对。在任何时期任何作品，角色的名字都有可能隐含了或是线索，或是提示，或是角色的总结，甚至是单纯的恶搞。布鲁阿卡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比如小春他为什么姓夏江夏江全日本只有1600来人，也是个小姓，为什么要挑这个姓？小春的大招真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神圣手榴弹吗？这些都是梗最后，作为主线剧情中的主要角色，星野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阿比多斯负债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说他又被大人骗了，这个又与阿比多斯和愚昧的死有关系吗？黑蝠抓走他不是为了让他当佣兵，而是实验。黑蝠说他有着最高的神秘，这个神秘又是什么呢？这和游戏里的神明碎片的名称有联系吗？等等等等嘛。不过同类游戏啊，它都是一边挖坑一边填坑的。我们作为玩家，只需要好好的享受以及评判这些坑是否优秀，是否妙笔生花，是否回味无穷。蔚蓝档案就是这样一个游戏，不单单有作为手游程度的还不错的游戏性，在角色塑造上，在故事剧情上，同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一个角色解说系列将是一个宇宙级天坑，我会以蜗牛爬的速度，虽然不一定很快，但终将把整个游戏中这些角色身上的小梗小 neta 全都整理出来，这个也要敬请大家期待了。本频道就是如此，围绕布鲁阿卡展开，但是话题包含整个泛二次元领域，甚至杂学历史无所不包的这么一个不可名状的频道。如果喜欢的话呢，欢迎点击订阅。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